余年时隔5年归来，感觉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放飞自我了，就连陈道明老师在剧中都玩嗨了。当他扮演的庆帝得知儿子的死讯后，先是惊愕一阵，然后大步狂奔，到最后彻底发疯。可当他又看到范闲假死归来后，立马又切换到了另一种态度。我受死不足惜。最让我没想到的是预告里的自制炸药，网友看到这一幕后更是发出锐评，说他像极了一个精致的流浪汉，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陈道明老师。反派得知消息后秒猜男主是假死，还不忘跟一旁的手下吹牛，结果下一秒就惨遭打脸。他想埋名过海，潜藏踪迹，只可惜，就算他化成灰，我也能认出来。什么？范闲的灰，范闲的灰。还有看到男主归来后，怕自己也沾上欺君的罪名，突然假装看不见听不见的太子。我想知道我为何假死回家，我也行。吴二龙。看别人有了爱混流，你又要。太子前来为男主救场，遇到刁难男主的二皇子，而反派看到后拿出欺君的罪名来打消太子的嚣张气焰，结果下一秒太子又找回了熟悉的感觉。包庇欺君，这是同罪。吴眼瞎，吴二龙，我何罪之有啊？嫌弃我是穷光蛋，没钱没本事。无奈的二皇子只能端出三皇子，可没想到太子的一句话，直接让他当场破防。虎君侮辱皇子之列。你看看人家乔布斯，再看看比尔盖茨。男主父亲去庆帝面前讨回公道，陈萍萍口出狂言，这段更是看一次笑一次。命赔给他，上！你现在就死吧！不行。男主来到手下家里，看到他的女儿，询问女孩的名字，小女孩2个字把男主整沉默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爸爸。不是我教的啊。我家丫头单名一个霸字，王霸之气。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教你这样取名字的，这父女打招呼的方式也太逗了。哎，爸爸！哎呀，爸爸！紧接着手下的老婆让女儿不要跟任何人说父亲回来这件事，女孩也是很有灵性的答应，还特别聪明的把理由都想好了。我去和三丫他们玩，都说我爹死了。那倒也不必。刚给你买的爱红物，你就要。刚回到京城的男主发现有人祭拜，抱着一颗吃瓜的心上前观看，结果下一秒就听到手下念的挽联：大庆栋梁换安之主，安之主。紧接着映入眼帘的，到处都是祭拜自己的盛况，不仅有求学业、求姻缘的，还有卖曾经他写下绝笔诗文的，甚至都有自己的周边。万大人法家郎来一个吗？我们有五香鸭的味儿。可最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不要贩毒啊！不要贩毒！范思哲更是对海棠朵朵贴脸开大，当面叫他嫂子。什么关系都没有。行了，嫂子，你就别瞒着我了。辩解不过范思哲直接手动闭麦，网友看到后辣评：心直磊剧想要的优雅又远了一点。就完全不相信是吗？王楚然在剧外需要表情管理就算了，怎么到了剧里还要表情管理？观众看到后又替他发出辣评，善良的网友和破碎的姑娘，你要多笑一笑，就这个笑特别好。冷师兄送给范闲的装备，不仅帮上了他的大忙，更是拯救了我一天的笑点，完全就是哄小孩的替身。意思啊，比我们裁判危急重重，实在不行也可以塞死，也可以塞死。而男主家里已经为他准备白事，父亲怕男主的妹妹担心，于是让母亲去看看妹妹的情绪，以免她悲痛过度再生病。然而另一边范闲的第一迷妹范若若却丝毫没把这件事当真。不知道范思哲每天在忙些什么，这书却也不管，库房里又长又重，让不下去拿出来晒晒。是不是没听到消息啊？我哥的死讯，不说了。说出没把这件事当心的原因后，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会被称为范闲的第一迷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他。对你哥这样，是不是得算螃蟹呢？